小口，大家有看到我旁边这一辆列车吗？我又来开箱观光列车了。这台列车非常的厉害，它是行驶于大悦车站到河口湖车站的景观列车。之前其实已经有搭过这一台观光列车，我觉得它应该是我目前搭过可以排得上前3名的列车，因为它是朝着富士山的方向行进的。你可以坐在位置上，边吃着餐点，边看眼前的富士山，是不是超级厉害的？那今天这一支影片呢，比较着重在开箱这一台景观列车以外，也会带大家走访几个拍得到富士山跟列车的地方。今天天气超级好的，希望可以拍到满满的富士山。一上车之后，它会有提供免费的迎宾饮料。那迎宾饮料的话是有红茶、有咖啡，还有果汁可以选择。而且它这个迎宾饮料是可以无限续。然后来跟大家介绍有哪一些甜点。第一个云朵面包，它是唯一可以外带的餐点，还有附2个果酱让你蘸。桃子的，这个是葡萄的果酱，这2个果酱都是使用山梨县产的水果所制成的手工果酱。这个云朵面包做的是比较扎实的口感，大家看里面。那除了这个云朵面包以外，还有主要的重点的餐点，富士山形状的小蛋糕。另外一个就是闪电泡芙，这个闪电泡芙是以这一辆富士山景观列车为形象做设计的造型，做的超精致的。整个就是巧克力蛋糕，它的巧克力非常的浓郁，它里面其实是开心果奶油所制成的。它的底部是有点偏硬的饼干口感，让这整个巧克力蛋糕吃起来口感比较丰富。这个闪电泡芙里面包的是覆盆莓，泡芙真的是偏软的口感。它有一小段路呢，是可以看到非常清楚、非常完整的富士山的时候呢，乘务员就会贴心的提醒每个乘客，就是你要记得往你的左手边看。而且这台景观列车，它到了那个拍照路段的时候，它还会特别放慢速度，给大家可以慢慢的欣赏跟拍照，非常的贴心。而且因为今天天气超级好，所以看到富士山非常的清楚，完全没有一点云。富士山景观列车在从下吉田行经富士山站的这一条路上，大家请画红线笔记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冲到驾驶展望席的位置这边拍富士山。只有这个路段你可以拍到列车是向着富士山前行的风景。这景色真的是其他列车没有办法做到的，也就是为什么我这么推荐这一辆景观列车。我个人觉得这是它最大的卖点，你坐了绝对不会后悔。
刚刚坐在我前面的乘客，他也是台湾人游客，他就是看了我跟 Lina 拍摄的景观列车的影片，然后才来坐的，就没想到就坐在我前面，超级有缘分的。坐观光列车，我每次最期待的当然就是购物的环节。那这一台富士山景观列车当然也有推出物换的服务，带大家看有哪些周边可以买。我有特别跟工作人员取得拍摄许可。这个是咖啡包跟富士山饼干的组合，它还有推出富士山的铜锣烧，铜锣烧上面就印着富士山的图案。其他的商品就是有玉珠印章，这个就是你去神社的时候可以收集玉珠印，上面就是这一台富士山景观列车加上富士山，是不是非常的有纪念价值？这一台还有推出资料夹，那在饮料方面，它其实也有分无酒精跟酒精饮料，它连一般的矿泉水上面都有富士山景观列车的图案。如果你是想要喝酒的话，它其实也有非常多的山梨县在地产的葡萄所酿成的葡萄酒，因为山里的葡萄非常的有名。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喝日本酒的话，其实这个有非常多的选择。其实我这次来搭乘，他们刚好有跟拉拉熊推出联名商品。如果你是喜欢拉拉熊的人，这个是期间限定的，超可爱的，喜欢的人一定要来收集。我觉得这个小酒杯蛮特别的，这是用来喝日本酒，上面刻的就是他们这个铁道公司的名字。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想要购物的话，列车上是只能付现金，不能够用信用卡、PayPay 或是电子支付。所以大家如果要买东西的话，记得要备好现金。最后来跟大家介绍，如果你想要坐这一台景观列车的话，应该要怎么预约？这台列车它有分2种预约方式。如果你是没有要用餐的一般的座位指定席的话，在乘坐日的前1个月就开放预约。例如说3月4号要搭乘，2月10号就开放预约。如果想要在1号车用餐，就是在你搭乘月的前1个月就开放预约。假如你在4月底、4月中、4月上旬，那就是在他们3月1号就要开始抢。但我觉得它蛮好的，是一天会行驶4个班次，来回共2次，时间上算是蛮充足的。那接下来就准备下车了。拜拜，好舍不得跟他说再见哦。那上面充满着各种富士山，富士山又有富士山。
我抵达河口湖车站之后，马上来到了月江寺车站附近的一个可以拍到清楚的富士山以及电车的地方。其实如果你是想要捕捉到其他的电车跟富士山的话，你是可以搭电车到月江寺车站，再走路5分钟就可以到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没有明确的地标，建议大家可以搜寻富士山后绿。我刚刚呢来这边拍的时候，就遇到一个从德岛来的大叔，他也是为了拍那一幕景色来的，我们就互相交换了一下情报，然后他还送我一罐姜汁汽水，他说是从德岛带来的哦，因为富士山真的超级清楚的，太幸运了，今天要拍富士山拍到爆。我现在又从月江寺跑到了下吉田车站，这附近呢有一个小田园，从这个小田园可以拍到电车跟大大的富士山的合影。那这个下吉田车站呢，附近其实还有2个很有名的景点，一个就是新仓山浅间公园、浅间神社，就是每年4月樱花季的时候，大家都一定会跑到那个公园爬上去拍富士山跟樱花的合影，也就是你在搜寻日本的时候呢，一定会跑出来的那个非常有名的樱花绝景。那这里还有一个近年爆红的景点，大家一定有看过那张照片，就是本町通商店街，可以拍到商店街跟背后大大的富士山。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来下吉田站的话，有蛮多可以逛的地方。我现在来到了下吉田附近一间老铺的乌龙面店。这间店呢，据说在当地已经有70年以上的历史。虽然大家如果来河口附近玩的话，应该蛮多人都会选择吃偷偷这个粗粗的面条。但其实如果大家来下吉田，来吉田市，我也蛮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他们当地的吉田乌龙面的乡土料理。日本虽然有非常多的乌龙面的派系，但是吉田乌龙面是比较偏硬的哦。不过呢，我今天来的这一家老店呢，主打说为了让小孩子跟老人也可以安心的方便吃，所以这一间的吉田乌龙面做的是比较偏软的口感。好期待哦！而且它最近用料很多诶，有昆布、高丽菜、牛饭、红萝卜、猪肉、菠菜，这样不到1000呢，我觉得还蛮划算。然后它的乌龙面好粗哦。刚刚去本町通商店街那边还是非常的多人，有2位警卫站在现场管制大家过马路。你在过斑马线的时候意图停下来拍照，他就会大声的制止，催促你赶快过去。那当然现场一定要小心，因为我刚刚看到好几组人不是穿越斑马线，是直接趁没车的时候直接冲到对面去。我真的觉得超危险，因为这边车流量真的超级多，大家真的要小心。
我现在在富士山车站，有看到我背后的超壮观、超巨大的富士山吗？它是位在富士山车站隔壁的建筑物的6楼，有一个免费的展望台。如果有来富士山站的话，记得要到隔壁的建筑物的6楼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展望台，全免费的。那要记得它的营业时间直到6点半而已。